妈妈，你猜萌萌的舅舅可以成功伪装成医生，背后会不会有什么帮手？嫣嫣说的对，叶白，我们要对这里的监控逐一排查，防止再有坏人混进来。妈妈，你的意思是说这里还有坏人？顾叶白感觉怀里的小萌萌突然身形意外。萌萌怎么这么烫？姐姐快点，萌萌发烧了。林洛星伸手摸了一下萌萌的额头。嫣嫣快去找医生，萌萌应该是感冒再加上惊吓过度。萌萌，你能听见妈妈说话吗？顾叶白将顾萌萌放到一旁的沙发上，这时顾灵烟拽着一个白大褂医生走了进来。医生，你快看看我女儿怎么了？她的体温很高。欣欣，你别太着急，先让医生给萌萌检查一下。医生检查之后确诊顾萌萌只是因为高热晕厥，很快就安排护士进来为顾萌萌输液。顾萌萌睡梦中感受到手背传来刺痛，闭着眼睛呜呜哭泣。妈妈，我要妈妈。宝宝乖，妈妈在这里，妈妈就在这里陪着你。顾灵烟也连忙跑过去。妹妹，姐姐也在这里，你好好睡觉，睡醒了就不痛了。另外一边的简老爷子在做完一系列检查之后，也被医护人员推回了病房。简老爷子的身体状况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这脑电波的走向有点奇怪。简阳一提着刚买的饮料走了进来。什么有点奇怪？爷爷怎么了？顾叶白也没有听明白医生的话。是啊，医生，你能说的再清楚一点吗？简老究竟怎么了？医生将一沓资料递给顾叶白。正常人的脑电波都是均速有规律的，你们看简老爷子的确实起伏度非常大。顾叶白和简阳一面面相觑。你的意思是精神错乱？医生点点头，这种情况在医学方面并不常见，具体情况还要等简老爷子醒了之后再做判断。顾叶白无奈的点点头。谢谢医生。医生转身离开，简阳一拿着检查报告坐到一边翻看。这时候顾萌萌悠悠地睁开眼睛。妈妈，林若星惊喜万分地在顾萌萌额头亲了一下。宝宝，你醒了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头还疼不疼？顾萌萌摇摇头。妈妈，姐姐，外公怎么样了？顾灵烟指了指隔壁病床上的简老爷子。妹妹，你看，你外公这不是好好的吗？顾萌萌一扭头，看见简老爷子正安静地躺在旁边，苍白的小脸上露出一抹笑意。妈妈，外公真的没事吗？林若星刚要开口说话，就听到简老爷子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你们真的吵死了！”众人纷纷愕然地朝简老爷子看去。简老爷子坐起身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打扰我睡觉？”简阳一走到简老爷子面前：“爷爷，你怎么了？”简老爷子抬眼扫了简阳一眼：“谁是你爷爷？我不认识你。”简阳一脸错愕地愣在原地：“爷爷，我是杨毅啊。”简老爷子摇摇头：“没听说过。”外公，你还好吗？简老爷子困惑地扭头看了顾萌萌一眼，好像在思考着什么。我不认识你们，我为什么会在医院？管家去哪里了？顾萌萌吓得抓住林若星的手。妈妈，外公怎么不认识萌萌了？外公没有不认识萌萌，外公应该是所有人都不认识了。顾萌萌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睁大眼睛。爸爸妈妈，那外公是不是就不能做移植手术了？简老爷子困惑地看向推门进来的医生。医生，我为什么会在医院？他们说什么移植手术？医生拿出一份文件递给简老爷子。简老爷子，您之前签署过一份肾脏移植手术同意书，你的身体指标都符合手术要求。至于要不要继续做手术，这个得您自己做决定。简老爷子看了一眼文件，直接扔进了垃圾桶。我又不认识这个简元熙，我为什么要把器官移植给他？众人纷纷汗颜，一旁的顾萌萌有些为难地皱起眉头。虽然简元熙对大家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但那毕竟是他的妈妈。妈妈，那林若星看出来顾萌萌的心思，安抚地摸摸她的头。萌萌是不是想问简元熙，如果不做这个手术能不能活下去？顾萌萌眼泪汪汪地点点头。妈妈，抱抱。林若星伸手把小萌萌抱在怀里。妹妹，姐姐也要抱抱。林若星把两个女儿一起搂进怀里。你爸爸已经联系国内一个大机构，也许能找到合适的肾源。萌萌，你现在要做的是养好身体，这些事情爸爸会去处理。简元熙咎由自取，妹妹你就别想那么多了。小萌萌点点头。爸爸妈妈，外公失忆了，需要人照顾，我可以去外公家住吗？可是萌萌也生病了啊，等萌萌养好身体再去照顾外公好吗？一旁的简老爷子听见他们的对话，直接摆手拒绝。我不认识你们，为什么要跟你们住一起？我要回家。简阳一无奈地叹了口气。爷爷，我去问一下医生，如果可以出院，我就带你回家。简老爷子点点头。好，记得让管家进来，他擅离职守，我今天一定要扣他的工资。顾灵烟扑哧一笑。妹妹，你有没有发现你外公失忆之后还挺可爱的？顾萌萌也有些猛地看看简老爷子。外公，你真的不记得萌萌了吗？简老爷子见顾萌萌可爱又呆萌的样子，一颗心都快融化了。虽然我不认识你，但是看在你这么可爱的份上，我可以勉强认你做干孙女。顾叶白满头黑线。萌萌还是不要勉强简老了。顾萌萌有些失落的点点头。
可是人家本来就是外公的外孙女啊。简老爷子捂着心脏，连说话都不敢太大声，生怕吓到这个软糯糯的女娃娃。小宝贝，我看你跟我颇有几分相似，那我就认下你这个外孙女了。顾叶白看出来简老爷子已经被自家女儿萌化了，其实也不必这么勉强的。不勉强，不勉强。来，乖孙女过来，让外公抱抱。顾萌萌晃了晃手上还在输液的针头。外公，萌萌还在输液呢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你别乱动。出院之后，顾萌萌跟着顾叶白回到了顾家，而简老爷子则回了简家。顾家老顾得知简老爷子精神错乱之后，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。老姐人呢？她怎么样了？老李指了指楼上，老爷在楼上，我带您上去。了解了，听说你精神错乱了。简老爷子坐在床上，闻言放下手机。你是谁？你才精神错乱，你全家都精神错乱。老顾步伐一顿，随后跑到简老爷子面前，对着他左看右看。你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吗？我怎么看都觉得你不像是精神错乱的样子。简老爷子皱着眉头瞪了他一眼。我根本不认识你。老顾伸手捏了一下简老爷子的脸。叶白说的果然没错，你这个样子确实还挺可爱的。简老爷子一把拍开老顾的手，别碰我，老李把他赶出去。萌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下一集放在主页置顶视频左下角链接里了哦。